想死的心都有了。那个时候已经被伤得透透的了，是不？对，因为我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了，然后一无所有了，然后又离婚，又带个孩子，然后我自己家里娘家也是这样对我，然后就觉得特别绝望，然后就一路慢慢的熬过来了呗。现在过得怎么样呀？还可以吧。现在开上宝马了。现在有没有豪宅豪车？现在都有。买了房子，买了车，然后阿姨孩子带着在，然后现在就一心一意创业。我觉得现在谁都靠不住，就只能靠自己。19年的时候，我19年离的婚嘛，然后那个时候离婚那天，我爸妈还要找我要钱，说，我弟弟又欠了钱，让我把房子卖了，把钱给他。然后现在还找你要？现在，因为那个，我离婚的那个时候，我爸妈找我要钱，然后我没有给，所以就跟我断绝父女关系了。就是家里所有的，只要那个时候大小事情全部找我，包括我弟弟结婚啊什么的，那个是弟弟结婚、生孩子，所有的家里的大致开销全部都是我付出的，就是超出我的范围之内了。因为我后面有孩子了，我不可能不顾孩子。那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一生过得太坎坷了？确实太坎坷了。现在还没过完呢，现在刚开始。别人都不会相信的。别人刚看到你成功了是吧？对，只看到我成功的一面，根本就不知道背后的所有辛酸。每次到过年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想家。你不恨他们吗？恨呀，但是别人都说。主要最承受不住的是，那个时候还没出院，在医院里面，在同济里面，刚生完孩子第7天，最后一天就是一般都要住1个星期才能出院，就是最后出院那天还没出月子，觉得我这一辈子月子里面做的是最痛苦的。那个时候别人上门收房子了。对啊。然后就每天各种催债的，就天天来敲门呐，然后各种电话威胁，我那个时候几乎都要崩溃了。那你老公呢？那个时候我也找不到去哪里了，失踪了。你现在还恨他吗？我不存在恨谁，我觉得我自己认命了吧，因为我觉得这是自己的命运，恨谁都解决不了问题。现在出现了，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也不需要他了。你觉得做到这个地步了，什么都不管，一走了之？你觉得，就是说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的。我觉得再怎么事情你都出来承担一下，把话说清楚。我觉得这是这是做人最基本的。但是，我觉得一走了之，什么都不管，把所有的烂摊子全部留给我一个人，导致我欠的，我最后就还了一个80万，其他的都是他怎么解决的我也不清楚，就是我自己欠的是就是80万，就在情人节烤虾球的时候叫虾球妹，那个晚上的时候差不多1万多吧，然后就是我跟他平分。战斗机差不多了吧？啊，对，因为小时候家里穷嘛，然后没有钱上学，然后就做服务员呐。然后第一份服务员就是做了烧烤服务员，然后后来就一直入这个行业，就自己学的。开了多少家店？最高峰的时候开了13家，那个时候每家店几乎营业额到1万左右吧，然后10家店的话，一天的营业额是10万多。一天挣10几万？对。一夜之间输了倾家荡产了，然后我就重新开始摆地摊，星期一开始摆地摊，就别人叫我虾球妹。几个小孩啊？1个，因为又要带孩子，又要打理店子，然后就精力不够嘛。估计再学半个月就差不多了。因为我在最艰难的时候。因为我每天在晚上做生意，然后我跟我妈说让过来帮我带孩子，然后帮我带孩子，我说我给孩子给的
给他就是跟他付钱，然后就说我就不用请阿姨带了，我就可以放心一点。但是我妈，直接连电话都不接了。我说我对家里所有的付出这么多年，我说我出嫁结婚生孩子，你们都没有管过我，然后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你们也不出来帮一下我的那种，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心寒嘛，所以我也不想回去了。为了孩子，你说谁都靠不住了，我不撑着，孩子也没办法呀。像你这个店投资多少钱啊？40多万吧。以前叫民生烤虾。以前的传奇在武汉至今还无人打破，是吧？对，那个时候被电视台推广为武汉烧烤店最多的烧烤店，1年之内开的。所以我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我特别感谢那些朋友，真的。我觉得这些陌路的陌生人还不如我的家人都赶不到这些朋友，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我的再生父母。今天来到的是武汉，以前我没来过这种就是偏南方一点的城市的时候，我一直认为南方的女人都是那种小鸟依人的，结果今天碰到了武汉这个大美女，她就是名副其实的女强人，是吧？哪里还好？她也是一个非常命苦的人，然后现在开的这家店呢，她这个店整体的装修环境什么特别好。咱这个现在人均消费高不高这一块？50左右。50左右，但是我看你这个装修很高档啊，但是东西卖得很便宜。哦，如果50左右的话，就跟我昨天晚上吃那个霍元甲烧烤，就那个地摊烧烤，比那还要便宜，那个人均消费80到100了。对，我们现在这种装修虽然高档一点，但是价格都是跟地摊的价格差不多的。哦，这个是咱们店特色，招牌烤鸭球，尝一下。这个要经过几个小时的腌制，这是腌过的是吧？对，腌过的，然后很入味。它这个壳就是单纯就是烤的这么焦的吗？对，烤这么焦。这样吃是不是补钙呀？如果不想吐壳麻烦的话，就直接可以吃掉也可以。对，我感觉这个壳还挺好吃的，我也可以吃下去。今天太紧张了，有点失手。你自己喜欢不喜欢你这个虾球？我对这个虾球很有信心的，就是自己也喜欢吃虾，然后主要靠这个烤虾球收获虾迷无数是吧？对。这壳真的是很脆，一咬就是那种咯嘣咯嘣的，然后它是完全可以咽下去的，不扎嗓子。然后这个也是特色是吧？对。不，我们那边的烧烤大部分都是烤牛羊肉，你怎么想出来烤这种和咸海鲜类的？武汉现在很火这个，很火这个是吧？对，很多人喜欢吃。那你当时开13家店的时候，卖的最火的是哪种？烤虾球哈，就靠这一个单品，开13家店。以这个为主打，为爆品。那会儿就是开那13家店的时候，这个虾球的话，每天能卖到多少斤啊？没具体算过，大概差不多1000多斤吧。1000多斤哈。这个虾烤的也好吃哈，比炸的好吃。这个小火慢慢烤出来的，它是比炸的有时候有点腻，它这烤的刚刚好。这个辣椒也很有特色。这是你自己秘制的料是吧？啊，都是自己现杀现腌的。撒料的时候就那个兰花指一抖一抖的，是自创的吗？自创的。它那个也得需要好几年的功夫才可以练到撒得很均匀哈。还好吧，我觉得只要用心学就很快。你带没带过徒弟啊？带过，有好几个，现在都自己也开店去了。他们生意咋样？还可以，都还好啊。对。这个后肉其实吃完以后，嘴巴里边火辣辣的辣。对，但是辣嘴不辣心。武汉人蛮能吃辣的。就嘴巴辣。这个好吃，全是肉不辣哈，这。像这个多少钱一串？10块钱3串，也一样的。
你这是不是木头签子都是10块钱3串？不是，这是小黄鱼系列的，就是这个辣味的都是10块钱3串，其他的都是正常价格，就跟外面的差不多的。他家这个整体来说呢，就是比昨天吃那个烧烤的话，环境要好一点，然后味道差不多，但是人均消费要少一半，所以那个吃的是一种情怀，这个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，因为这个老板娘也长得漂亮，还可以来顺便看一下美女。